Hello， 大家好，我是 Alden。本期视频和大家分享 SyncBox 透明代理。通过透明代理，你可以让局域网中的其他设备都能够无感科学上网。SyncBox 实现透明代理有几种方式，分别是 T-Process、Read-Let 以及 Turn 模式。今天主要分享 T-Process 和 Turn 模式。为了方便你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两者之间的区别。首先是兼容性 ，T-Process 只支持 Linux 操作系统，而 Turn 模式 Linux、Windows、macOS 都是支持的。再来是复杂度 ，T-Process 通常需要配置 IP table 和路由结合使用。对于不太了解的 IP table 的朋友，可能理解起来比较难，配置也相对麻烦一些。而 Turn 模式配置就比较简单了，它是通过代理服务器创建虚拟网卡来处理客户端的请求的。最后就是性能上的区别了，我没有具体测试过。你如果测试过这两种模式实现透明代理的性能差异，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测试结果。OK， 那接下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先看一下我提前准备好的 SyncBox 配置文件。透明代理核心配置是 InBus。Outbus 这里我是配置了一个 VLAX 节点，其他的配置我就不解释了，我在之前的视频就已经详细的解释过。对配置不太熟悉的，你可以点击视频右上方链接去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OK， 先来看一下 T-Process， 打开官方文档，找到 U 站里面的 T-Process， 除了必要的监听字段配置， T-Process 只需要指定类型为 T-Process 就可以了。把监听字段的配置拷贝下来，将端口改一下，我这里改为12345。启用 TCP 快速打开 UDP 分段，流量秀探，转发入站不需要把它删除。路由前的域名解析策略我这里改为 IPv4 优先。最后这个参数也不需要把它删除。然后再将类型和标签把它拷贝过来。OK， 这样子基本上已经配置好了。接下来把配置文件拷贝一下。SSH 连接到局域网的 Linux 服务器。我这台主机的操作系统是 Debian。查看一下 IP 是 10.10.10.91。SyncBox 我已经提前下载好了。新建个配置文件。粘贴保存退出。现在就可以运行 SyncBox 了。通过 SyncBox 的论指命令，干系参数指定配置文件。OK， 现在已经运行 SyncBox 了。接下来你还需要配置 IT table 规则。当然，如果你的操作系统版本比较新，默认可能会使用 NF tables 也是可以的。我这台主机的操作系统是 Debian 11版本，默认已经使用 NF table 作为防火墙了，你只需要选择其一就可以。我先讲一下 IT table 的配置方法。如果你是使用 NF table 的，也建议继续看下去。IT table 我会详细讲解配置 T-Process 的过程。NF table 我就不会再次详细解释了，因为其实和 IT table 的原理是一样的。我已经准备好相关的配置命令了。配置分为3部分，前面这2条命令是通过 IP 命令添加路由表以及路由规则。IP load add 添加路由表 ，local 表示本地路由 ，default 表示默认路由 ，DVLO 表示将流量发送到回环接口，也就是默认的路由会将流量发送到本机的回环接口。Table 100指定路由表标识。IP rules add 添加路由规则 ，FWMark 1将标识为1的数据包路由到标识为100的路由表寻找路由。为什么要将标识为1的数据包路由到 Table 100呢？然后按照默认规则将流量发送到回环地址来处理。因为 preloading 后的路由默认规则是根据路由表的目的 IP 来决定转送出去还是进入到本机。而代理流量的数据包的目标地址都是外部网络而非本地网络，使用默认的路由就会直接将数据包转发出去了，
而不会进入到本机的透明代理程序。下面这段 IP table 规则的作用是过滤保留 IP 以及局域网网段的数据包后，将数据包发送给透明代理程序处理，并将数据包导向标识为1。首先添加一个自定义链，指定梦狗表。梦狗表一般都是用于修改数据包的头部信息，可以实现透明代理。下面这部分就是过滤保留 IP， 这些网段的 IP 都不会经过透明代理程序，也就是 Syncbot。这两条规则就比较特殊一点，作用就是发送给局域网网段的数据包，包括 TCP 或者是 UDP， 只要目标端口不是53端口都会过滤。简单来讲就是让 DNS 的请求经过透明代理程序，方便 Syncbot 结识内网的 DNS 请求。接下来这两条规则的作用是指定哪些数据包需要发送给透明代理程序处理，指定透明代理的端口，也就是 Syncbot 监听的端口，并将数据包导向标识，用于路由规则使用。最后这条规则是将自定义链，也就是上面的所有规则，追加到梦狗表中的 preloading 链。最后这部分其实和上面的差不多，上面的是用于处理局域网的流量，实现局域网透明代理，下面这部分是用于处理本机的流量，实现本机代理。区别其实就在于最后面，上面是将规则追加到 preloading 链，下面是将规则追加到 output 链，因为本机的流量出站是通过 output 链而不会经过 preloading 链。OK， 那现在把命令全部拷贝下来。在拷贝之前，你需要修改配置中的透明代理端口，也就是 Syncbot 监听的端口，以及你所在内网的网段。如果你的网关是 192.168.1.1， 你就修改为 192.168.1.0。下面这里同样需要修改。回到终端，粘贴运行，再来通过 IP table 命令查看一下规则。可以看到规则已经添加成功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了。通过 CLI 命令测试一下本机的网络，请求下谷歌。如果有响应的话，就代表我们的透明代理本机流量已经成功了。左边的控制台也输出了相关的日志。接下来测试内网机器，我们只需要修改内网机器的网关设置就可以了。将网关指向透明代理所在主机的 IP。修改成功之后，我们回到控制台就可以看到有相关的日志输出了。我们访问一下谷歌，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代理已经生效了。IP 也是我代理的 IP。接下来测试一下 DNS， 看 Syncbot 是否能够结识内网的 DNS 请求。修改一下电脑的 DNS 配置。这里只需要随便修改一个非保留 IP 的地址都可以，因为透明代理服务器会将 DNS 路由到 Syncbot， 所以随便填都可以，只要 IP 合法就可以。保存之后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了。先解析一个国外的域名，可以看到同样是有结果反馈的，左边这里也输出了日志，就代表我们的 DNS 请求是通过 Syncbot 来反馈的。再来试一下国内的域名，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国内的话它就通过阿里的这个 DNS 来解析了。接下来讲一下通过 NF table 来配置路由规则，只是配置的方法不一样，原理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就不详细解释了，我已经准备好配置文件。同样你需要先修改配置文件透明代理程序的端口，以及你内网网段。
首先你需要清空 IP table 的规则，清空之后查看一下，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全部清空规则了。清空之后我们可以再来测试一下，可以看到清空规则之后我们现在就无法访问了。接下来编辑一下 NF table 的配置文件，保存退出，然后通过 nft-f 命令刷新一下配置文件。刷新之后我们就可以再来测试一下了。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了，已经能够正常响应。再来测试一下内网机器，可以看到同样没有问题。再来测试一下 DS， 同样是有响应的，跟 IP table 是一样的。OK， 那 Tporset 的话就和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分享通过 Turn 模式来实现透明代理，使用 Turn 模式就相对来说简单一点了。拷贝分配置，编辑一下，你需要把 Inbox 改为 Turn 模式。回到文档，找到 Inbox 里面的 Turn， 把基本一些配置项拷贝下来。然后把没用的删掉，保存退出。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运行了。运行之后我们还需要把刚才的一个 NF table 的配置给还原，把它清空，然后刷新一下。还原之后我们还需要配置开启这个 IP 转发，因为 Turn 模式是需要 IP 转发才可以实现这个透明代理的。开启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左边有日志输出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了。可以看到已经有响应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求一下我们的一个内网机器，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的。这边已经有相关的日志输出。DS 也测试一下吧。可以看到同样是没有问题的，就代表我们的内网的 DS 请求也是通过Syncbot 劫持了。OK， Turn 模式就和大家讲完了，最后教大家将 Syncbot 配置为系统服务。我们打开 Syncbot 的官方仓库，点开 Release， 点开 Config， 我们把这个配置文件拷贝下来，然后新建个文件，把它粘贴进去，保存退出，刷新一下服务文件。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 Syncbot 程序移动到 USR 并目录下面，然后将配置文件移动到 ECC 下面的 Syncbot， 先创建这个目录，然后把配置文件移动过去。我现在给大家演示 Turn 模式。
移动过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启动了。启动成功之后，我们查看一下启动状态，可以看到状态是正常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可以看到没有问题。查看一下日志，也是正常的。测试下本地支气，都没有问题。最后将 SyncBox 设置为开机启动。OK， 那系统服务就已经配置好了。今天要分享内容已经全部讲完，希望能够帮到大家。还没有订阅的麻烦订阅支持一下，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